在现代化的今天，我们很难再见到原始部落了。但是世界各地都有着原始部落的分布，不论在非洲的热带雨林，还是在南美的亚马逊雨林，都有着自己独特文化的部落。而在中国云南省大山深处，有一个被誉为中国最后的原始部落的村庄，那就是翁丁。在翁丁，一切的烦恼都会烟消云散。这个远离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边陲之地，有着让人惊奇和新鲜的所有事物。你可以看到悬挂的骷髅与牛头，还能看到充满原始气息的茅草式房屋。人们穿着黑红色、带着民族花纹的服饰，生活赶路。还有各种你没有见过的民族美食。这里，你能够看到传统民族佤族最原始的风土人情。在这里，你能体验到农耕民族原始的一切习俗，甚至是最原始、最可怕的祭祀活动。翁丁是佤语，翁丁翁为水，丁为接，意为连接之水，同时也有云雾缭绕之地的意思。依山而建的翁丁，四周都是片片茂密的树林，东面的树林称为神林，佤语称亚莫为，亚是森林的意思，莫为是寨神。有着400多年历史的这里，世居着一代代佤寨儿女。翁丁也于2006年被中国国家地理誉为最后的原始部落。这里至今保留着原始佤族民居特色与风土人情，寨内完整的保留着佤族传统干栏式茅草房，还依旧使用最原始的竹木器具，沿袭父系氏族社会头人制。因此，翁丁是个能将佤族信奉的原始宗教、万物有灵和南传上座部佛教融为一体的自然生态村，也是中国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好的原始群居村落，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。翁丁村民早期是从缅甸佤邦绍帕、绍兴等地迁到沧源芒回，随着人员不断增多，田地不够耕种，杨氏就带领9户人家迁至今翁丁村。佤族习俗中，谁先第一个建寨，谁就是寨主，所以寨主职位在杨氏宗族中世袭继承。经过400多年的发展，翁丁村形成了杨氏、萧氏、赵氏、田氏4大姓氏以氏族为单位连片居住的生态村落。虽然历史很短，但是为什么被称作最后一个原始部落呢？主要是因为这里保留着最为完整的传统草房以及佤族图腾、神灵、寨庄、祭祀房等。随着时间流逝，现代化的发展，这里并没有像其他部落一样染上世俗的气息。在这里，你也可以看到翁丁的佤族人民保留着最原始的习俗生活耕作。翁丁古寨完整保留的佤族原始宗教、生产生活习俗等文化传统和建筑风格，让翁丁成为了佤族传统历史文化的自然博物馆，成为反映中国最后由原始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面镜子。这么避世宁静的地方，想必位置也有它的独特之处。翁丁村位处山间坡地，村寨就在一字东南延伸出的山脊之上。据寨中的老人相传，老祖先来定居前看过风水，认为延伸的山如龙脊，龙脊上建寨，子孙就会兴旺。从上门入寨，两侧是高大的古榕树，西南是寨主的居房，入门正对民俗广场，场边处有神秘的牛头桩，由广场向北、向西、向东，有道路连通整个村寨。寨南有边门2道，可通向神灵。村落整体随山而走，灵活布局，传统民居群高高低低，错落有致，簇拥着掩映于群山之中。人们在这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举办着各种各样的庆典与祭祀。说到庆典与祭祀，就不得不提翁丁最有特色的一个祭祀仪式。这样的祭祀活动延续了1000年的时间，如果要追溯的话，可以从秦汉时期说起。每年的一个固定时间，村子里充满了诡异而又血腥的气氛。不幸的是，这样的仪式也使得周边的村民瑟瑟发抖，尤其害怕自己家人被佤族拐走。如果你被卷入了这场仪式，你只能祈祷能从佤族健壮的土著民手中逃脱，不然的话，就是人头落地的下场。这就是佤族的人头祭祀。究竟是什么才让佤族有了猎祭人头的传统？而猎祭人头又有着什么样骇人听闻的传闻呢？在此之前，我们要了解佤族人的传统信仰，主要有3种：原始宗教信仰和佛教、基督教。
原始宗教信仰是佤族最具特点和普遍性的信仰。佛教和基督教传入佤族地区的时间不长，信仰者也只是部分地区的佤族。佤族相信灵魂不灭和万物有灵，在他们的观念中，人类、山川、河流、植物、动物，只要是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一切自然现象，如风雨雷电等等，都有灵魂，或称鬼神。在佤族人那里，鬼和神没有加以区分，都指观念中的灵魂。佤族认为人的生、老、病、死都与灵魂有关。通过人性的放化和外推，也就很容易地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有灵魂，都受一个不可理解的力量所主宰，由此形成了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或原始宗教。佤族最崇拜的是木伊吉神，把它视为是主宰万物和创造人间万物的最高神灵鬼。佤族所进行的如拉木古、砍牛尾巴和猎人头祭等较大的宗教活动，都是为了祭祀他而举行的。每个佤族村寨附近都有一片长着参天大树的茂密林子，佤族称其为龙梅集，也就是鬼灵地。佤族认为神灵是木伊集存在的地方，人们不能乱闯进神灵，不能动神灵中的一草一木、一弹一土，否则会受到神灵的惩罚。至今，许多佤族村寨的神灵还保护得较好，有的成为风景林，有的仍作为竞技场所。沧源蒙角乡翁丁村的神灵，诺良乡南撒寨的一片林地，单甲乡单甲大寨东北面的原始森林和班洪乡南板村的一片大榕树林，都是不可乱闯之禁地。为了得到鬼神的保佑，佤族的宗教活动十分频繁。每年全寨性的祭祀照例由祭水鬼祈求风调雨顺开始，接着是拉木鼓、砍牛尾巴、飘牛、猎人头祭鼓、祈求丰收等一系列活动。而关于佤族人头祭祀的由来，有两个当地的民间传说。第一个就是三国时诸葛亮南征，用熟的谷种骗佤族，导致地里不长苗。后来跟佤族说，只有砍人头祭谷子才能丰收，然后才给他们好谷种。自此以后，佤族每到栽种的时候就砍人头来祭谷，还说拿人头祭谷地是孔明老爹告诉我们的。还有一种说法则是说，要找一个人的灵魂来守护汉谷，谷子才能丰收。此外，至于具体猎杀谁，佤族人民也有传统。佤族人不要未长牙齿的小孩的头，不要嘴缺四肢不全的人的人头，也不要没有牙齿或长相难看的人头。他们喜欢满脸络腮胡或是头人的头，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身高体壮，有精神气，更受神灵喜爱。猎人头是全寨性的活动，老人、头人杀鸡占卜后选择吉日，派几十个壮汉去猎取人头，猎获人头后要尽快返回寨子，走到离寨子不远外就鸣枪高呼。寨子里的头人得知获得人头后，就敲锣击木鼓，警告村民不要上山下河。然后由头人、老人带红包头、一碗米、一个鸡蛋到指定地点迎接人头，将红包头戴在人头上，把米粒、鸡蛋喂给那人头吃，然后祈祷，给人头敬酒。几个妇女一边哭泣一边给人头梳洗。人头砍到了就要祭人头，主祭人家是经过头人选定的，能承担祭礼期间村民吃饭的富有人家。祭礼活动结束后，由主祭人家的壮年男子在众人的吼叫声、忙锣声、木鼓声中把人头装进竹笼里，当时祭祀的人头被称为箩筐，把人头抬到放置的神灵里。祭人头的最后一道仪式是洗涤砍人头的长刀，负责洗涤长刀的人家也是经过头人选定的。洗刀人家要备一条黄牛，届时飘牛款待村民，飘牛部位是右前叶部位，飘后若牛往左方倒，牛血喷向空中为最佳。起初，人头祭祀是用本族人还是自愿献身的那种，不过慢慢的自愿捐献者越来越少，佤族各个寨子便开战，从战败方的男子中挑选合适的祭祀人选。后来，佤族又将祭祀对象改为战俘。到了最后，由于生产力低下，连战俘都找不到，佤族就用茶或米圈定一个范围，称之为座坛，谁进入这座坛内就砍他的头。之后大家都知道他们的规矩，自然不会跑进他们的座坛之内。
佤族人看到这种情况后，就开始随便出来砍人头了。遇到自己不认识的或是仇人就砍头，若遇到自己的熟人或认为不能砍的人，他们就会说：啊，你冒失了，我们不砍你的头，你快走。随后就同那人要理性，这时那人就要将身上的财物送给他一些。如果实在路上碰不到适合人头祭祀的人选，佤族也有办法，直接跑去人家里砍，还是光明正大的那种。不过大多数他们还是在夜里闯进别人家里砍人家的头。常用的方法就是在夜里用一牛铃系在自己的颈上，摇动铃让狗吠，房子里的人认为是贼来偷牛，开门出来就被砍掉头。有时候因为砍不到人头，佤族还要跑上几天，跑去外地砍人头。如果实在找不到活人砍人头，那就是用死人的人头。如果连死人的人头都找不到，可以用以前祭祀过的人头。反正只能用人头祭祀，不能用其他东西。由于佤族在解放前一直靠种罂粟赚钱，向国民党换取了大量的枪支弹药，所以佤族民间的枪也多，连小炮都有。有这样的枪械，去下山猎头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难事，但是对于来到这里的其他居民可是极大的威胁。为了祭谷，1956年沧源县就砍了270个人头。他们把人头砍了以后还要庆祝，把人头套在一个木桩上面，妇女们围着木桩跳舞表示庆祝。可是这270个人头对于周边的居民们来说，可是270个家庭的无妄之灾。1957年，国家地质勘探队有13个搞地质勘探的科技人员来到这个地区探矿，结果13个人全部被砍了头。1957年的科技人员可是多么稀缺的人才，就这样身首异处的命丧在了异乡。因为这件事，云南省政府专门发了一个通知，以后到佤族地区工作的人事先都要和当地党和政府联系，联系好了有人保护了才能去。真正要取缔这个习俗，则是等到了1958年，佤族内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，开始进行革除人头祭祀的最后商讨。人坐一边，砍头英雄坐一边，群众坐一边。某些佤族头人说，砍头祭祀是阿公阿祖传下来的礼，废不得。某些英雄也说，不砍人头祭谷，谷子长不好，谁来赔？但这种说法遭到大部分佤族群众的反对，可是他们又没文化，说不过头人和砍头英雄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佤族小伙站出来说，我同意砍人头，最好是砍头人的头和砍头英雄的头，因为你们的头比我们的头更适合祭祀，也更懂规矩，看守谷子不就看得更好？此话一出，赢得了群众的欢呼。可这时支持砍头的头人慌了，英雄也慌了，只好表态赞成不再砍人头，并约定谁要违反了这条规矩，就送政府监狱判刑，交给公家处理。也是1958年这年，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，促使了公安部门对砍人头祭祀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与处罚。当时有个佤族人不遵法律，也不听族人的警告，跑去把住在山上的一家人，把家中老婆、老人、小孩等总共7人残忍杀害，都砍了头祭祀。之后公安局将其逮捕，并在大会上将其枪毙，以儆效尤。从这之后，没有佤族人敢砍人头祭祀了，这一恶俗也在这年被强令禁止。后来佤族改用牛头祭祀，而如今我们在村落里看到的大多也为牛头，会被挂到牛头桩上。牛头桩是财富的象征，是佤族人对生存充满信心的标志。村寨集体宰杀的牛，无论是生产、节日食用，还是祭祀宰杀，事完后都会把牛头挂起来。挂的牛头越多，说明村寨、家庭越富足或古老。人头祭祀也已经废止，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，我们能够考究的也只有佤族老人的只言片语。除去人头祭祀，翁丁还很多种祭祀和节日，这类节日则并不可怕，充满了快活的气息，有的还能让你参与其中，共同分享美妙的祝愿。瓦利格瑞月相当于公历12月，是佤族过去举行全寨性拉木谷活动的时节。所谓拉木谷，就是从寨子外森林里砍伐树木，拉进寨子制作新谷，更换旧谷的活动。木谷是佤族的象征，
是佤族人民崇拜的圣物。他们认为木鼓是通神之器，生命靠水，兴旺靠木鼓。他们将木鼓分为公、母两种，公鼓的音节偏低，音色粗重，母鼓音节较高，音色清脆。故而木鼓平素不能乱动，只有祭祀报警和节日喜庆等重大集体活动时才能敲打。每个村寨都有专门存放木鼓的木鼓房。由于木鼓的神圣地位与作用，拉木鼓便成为佤族极为隆重、盛大的宗教祭祀活动。在节日头一天，祭司带人来到事先选好的高大的红毛树下，先举行祭祀，内容包括献祭、驱鬼、念咒祈候等内容。之后，祭司再挥斧砍几下，然后由其他人连夜把树砍倒，捡3个石头放在树桩上，意为给树鬼的买树钱。再按所需木鼓尺寸截断树干，凿出鼓耳，系上藤条即可。第二天清晨，全寨男女老少身穿盛装，上山拉木鼓。祭司右手举树枝，领唱拉木鼓歌，指挥众人协调动作。人们在木鼓经过的地面洒水，拉木鼓的男人一边拉一边歌舞，其他人或呐喊助威，或送酒送饭。随后，他们会把木鼓毛坯拉到寨门外停放2-3天。祭司摩巴会杀鸡祭祀，祭司会杀鸡进行祭祀仪式，然后才将大木干拉到木鼓房附近的空地，交由木匠精心打造。在这一天，男女共同参与拉木鼓的场面热闹非凡，被认为是谈情说爱的好时光。大家在欢笑与歌舞中度过，直到木鼓制作完成并是敲满意。在翁丁，类似的传统活动都是全寨男女老幼一起参加。孩子们从小参与耳濡目染这些活动，应该是寨子淳朴气息和独特风俗得以完整延续至今的原因之一。如果上面的活动作为外乡人只能观看，那么下面的活动不仅能参与，还能给别人抹黑，那就是摸你黑。翁丁佤族一直有摸你黑的传统习俗，佤族民间用锅底灰、牛血、泥土等涂抹在脸上，以驱邪、祈福求平安。摸你黑的来源很早，《四港里》这部佤族的历史史诗，其中就有记载。比较可信的说法是，学居时代，每年春夏蚊虫肆虐，毒瘴熏绕，人们便把泥、牛血与土壤混在一起，做成黑黑的泥浆，抹在身上裸露处，再外出狩猎。后来这个黑黑的泥浆成分基本固定了下来，以当地做米粉用的瓦香红大米研磨成的粉，混合当地的赤红壤土和牛血，再加入佤族世代相传的一种叫半节藤的草药，就可以混合出一种黑乎乎的泥巴。人们会用木头挖的碗来盛放这种泥巴，外出抹一点，小孩出生也抹一点在额头，能避瘴气和毒虫，不生病，才能快乐的生活。而这团黑色泥巴，佤族语里叫娘部落，翻译过来可以理解为长生不老。尤其是在天黑后要出门的孩童，父母都会在其脸上涂抹锅底灰，以保护孩子不被鬼魅抓走。现在，每年沧源县会组织摸你黑狂欢节，已经成为游客与村民共同狂欢的盛会。人们在旧有习俗之上，赋予了摸你黑更多祈福的意义。不论是游客还是本地人，都会相互涂抹，相互祝福。被涂抹的越黑，代表祝福越多。不过现在半节藤越来越稀少了，而摸你黑节的用量又多，所以娘部落的规模制作就只能用其他常见草药代替。几种天然的物质混合在一起，游客甚至可以把它当作面膜使用。由于游客多数比较拘谨，所以仪式经常由佤族姑娘开始。在佤族的打歌声中，以佤族姑娘甩动那长长的黑发为开端，然后由佤族姑娘先拿着涂料穿插在游人当中，摸在游客的脸上。随后在佤族姑娘的带动下，游客加入到这欢快的打歌声中，开始互相涂抹。先是同伴相互涂抹，然后男性开始寻找喜欢的姑娘，开始追逐。广场上逐渐没了秩序，人们欢呼着，追逐着，躲避着，狂欢着。老外最喜欢这种节日，甚至连维持秩序的警察和村民都免不了被摸一身。这样的涂抹都是对对方美好的祝愿。然而，如同大多数的古部落一样，翁丁也有着被损毁的经历。2018年2月14日17时40分，翁丁村老寨发生火灾，
由于建筑均为木质结构，且村内没有完善的消防设施，大火瞬间蔓延到了整个村庄。此次大火一共烧毁老寨房屋104间，只剩下3、4栋较完整的房屋。老寨里有很多民宿经营者，其置办的家电、餐饮设备、被褥等均已烧毁。房屋被烧毁后夷为平地。佤族人民说：“我家什么都没了，一无所有，就剩家人平安。”事后调查显示，事故原因竟然是8岁小孩在古寨玩火引起。但幸运的是，随着修缮工作的完成，翁丁依旧矗立在那里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翁丁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。现在的翁丁则向着旅游景区转型，同时在过去的几十年也摒弃了像是人头祭祀这样的恶习。在过去的几千年里，翁丁就是这样一个存在。它有着一切部落中美好的节日和习俗，就像是摸你黑一样源远流长；也有着听到就能让人站立的可怕祭祀，就像是人头祭祀一样恐怖至极。随着时代发展，翁丁取缔那些恶行，但没有丢掉其他的原始习俗。在这里，你可以遇见农耕民族最原始的祝愿：风调雨顺，人民安康。你见过什么原始部落或是特殊的节日庆典吗？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故事，也可谈谈你对本期视频的看法。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此为止了。如果喜欢，欢迎点赞、评论和转发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